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昨天我发布了影片之后，在第一个评论那边呢，就有一个观众就叫我去3904那边查看一下，有一个大哥他把战力提升到9亿战力了。然而这个王国是新王国来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那当然的，我并不是第一个主播讲这件事情的，其他主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啦。反正我是看到 Flash 那边有说过，这个玩家之后会考虑提升到10亿战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王国的情况好了。这个王国在3904，它的王国历史时间呢，其实也就只有274天而已，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但是就已经出现了9亿战力的玩家。当然，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之前还是有出现像 Nifisto 这样子的玩家，已经在 KVKE 的时候就已经有6亿战力了。那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主播分享呢，就是他们现在在不列颠之王的这个地图里面，然而他在前置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战力还有他提升的分数呢都推到这么高了。而且这边可以看到，除了这位玩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玩家叫 Desmond F2P， 他也是把自己的战力提升到很高的。他们两个人的分数是断崖式的存在。而且 Desmond 这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只有一个账号，他2个账号都有提升了，我反而觉得这个厉害一点。甚至我往下看的时候，下面还有另外一个 Desmond 的账号我反而觉得这个影片应该要去讲 Desmond 才对，但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先讲完。OK， 如果像这个玩家他提升到 7.8 亿的分数的话，那么大概他是训练了多少的部队？根据我这边换算的话，大概是3932的部队，换算去战力就大概 3.9 亿战力。所以下面这个玩家根据他的分数来计算的话，他大概也是提升了大概3亿战力左右啦。那他下面这个账号提升的战力就稍微少一点点，大概1亿战力左右，但是也是很多了。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他们这边王国的情况好了，他们的排行榜。那当然的，因为他提升这么高的战力，那肯定的他的排名肯定是很高的，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他是唯一一个玩家拥有9亿战力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王国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啊，就是喜欢把名字后面加一个04上去，也有可能是因为王国的名字就是3904啊，所以他们才写04，不代表说他有4个账号的意思。然后剩下的玩家都是2亿以下的。那我们看一下1亿战力的玩家大概有10位左右，那超过8000万战力的玩家有14位，剩下的玩家战力普遍都算是比较低的，毕竟不到1年的王国啊，所以它的数据这样子呢也算是合理的啦。至于击杀方面呢，反而不是那个战力最高的玩家最多，而是这个叫 Steppenwolf 的玩家击杀最多，他总共有100亿的击杀。那说实话，如果是以一个不到1年的王国来说，他这个击杀已经算是很可以了，算是有打架的战士了，有可能他之前阵亡不少部队也说不定。那根据这边来计算，如果全部都是 T5 来讲的话，他大概是掉了2亿战力左右。当然这边也是可能有其他的兵力啦，所以这边我们也不能这样子算，但是可以看到前面的玩家击杀都算是挺多的，反而那个战力最高的玩家他只有32亿。不过以一个王国还没有到1年来讲呢，他这个32亿击杀已经算是很好了。至于他们王国联盟的数据呢，是已经超过了100亿战力，联盟的击杀目前有814亿，所以比较起先锋王国还是差距很远啊，只能说是一个普通的王国，但是出现了一个大鲸鱼玩家。当然的，玩家也会感到好奇说，这个玩家是什么时候把自己战力提升到这么高的？之前他玩了多久？有没有换过其他的玩家去用这个账号？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买回来？等等的这些问题，我先解答最重要的问题了，就是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买回来的？那么根据他的 ID 来看呢，大概率应该是他自己本人的账号，也比较新一点。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ID 有这么长。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他的名
名字只是改过了2次而已，然后名字都是接近的，然后下面就没有其他数据，也有可能就是这个网站的数据不够完整啦，可能之前是其他玩家的账号也说不定。但是如果我们点击他这个 ID 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玩了1年8个月，就差不多要接近2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个账号并不是这个王国的本土账号，毕竟这个王国都没有到1年的时间，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玩家？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玩家可能他曾经一直从 KVK 4回去 KVK 3，然后 KVK 3回到 KVK 2这样子一直回去玩的一个玩家，所以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战力击杀会稍微高一点啦，可能不是只有他一个玩家是这样子的方式去玩这个游戏的。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之前 KVK 的一些数据啦，那我其实不是很在乎啦，我只是在乎说他的总击杀有多少而已。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慢慢看一下这里他的击杀还有他的活跃程度等等的。那可以看到其实他战力都是有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啊，这边的记录是在2026年的时候1月所做的记录，就5个月之前啦，可能这个网站真的没有办法记录太久之前的记录啊，所以就看不到这么多。但是可以看到5个月之前其实他的战力是拥有1战力的，那在更早之前有多少就不知道，可是可以稍微看一下他这边的战力提升是有一些变化。在1月的时候他还是保持1战力，然后来到了2月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把战力提升到2亿，然后到3亿，这中间应该是有一些什么训练的活动嘛，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他是连续去训练的，在2月1日的时候2月7日2月11日，所以不排除可能是有 MGE 或者是他之前刚好在 KVK， 所以他训练一些部队啦，因为也是可以看到他的击杀也是有提升。再来3月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从2亿战力提升到 2.8亿，在3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停留在 2.9亿，接近3亿战力了。接下来来到了4月他就直接从 3.5亿提升到5亿战力，再来到5月也就是这个月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从5亿战力提升到直接88888战力。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明显了解到什么呢？有很大可能这个玩家是华人玩家来的或者是他可能家庭是华人家庭，因为多数华人家庭呢会比较喜欢8这个数字啦，就是发财的意思啦。那它变成8888战力的时候呢是在5月24日，也就是我今天录影片的前一天啦，那他们刚好就是在前置，所以他才提升到8888。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最终他那个战力不只是停留在8888，可能他后面又在训练了一些部队，所以现在才变成了9亿战力。然后从他的相册这边可以看到呢，他的样子似乎也是比较像是亚洲人的面孔，所以不排除他可能真的是华人来的。那当然的，大家就会好奇说，诶，他在前置提升了这么高的分数呢，究竟他是花了多少的钱，多少的资源加速？如果换算去宝石的话，究竟是多少？我这里也是做了一个记录，并且还有比较起之前的记录保持者。那我们先计算资源的部分啊，这里我只是拿 T5 的部队作为参考而已啊，因为他肯定会训练一些其他的兵种，不是只有步兵而已。但我们只是想要知道他大概花多少的资源而已嘛，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计算。那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数字就是如果你训练一个 T5 的步兵的话，需要消耗多少的材料，这个是训练1404的部队所需要消耗的材料总数。为什么是1404呢？就是这些大佬如果他们真的是想要省一些加速的话，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部队卡在刚好1天就可以训练完毕，就不会用到额外更加多的宝石。就比方说如果你换算成1405的话，可能它需要用到1天1分钟的时间，那它那个1分钟就会额外算多一点宝石，那价格会不一样，会比较贵一点。这个你们可以在 VIP 商店那边去计算一下。如果你是买那种时间比较多的道具，它所用到的宝石数量其实会比较便宜一点，比较省一点，所以我才把这个数字换算去这个资源算下来，单数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
是训练一次1404的部队的话，这边总数加起来总共是已经消耗了280万的资源。但是你们也知道他总数训练的部队呢不是只有这么多而已嘛，所以我就看他这边训练了多少的兵量，然后来计算他到底是点击了多少次1404的部队。那算下来总共他是点击了28000次，所以就得出来这个数据，就是食物它总共是消耗了314亿的食物，还有木材两个的数字出来是一样的，然后金币就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也是要花很多157亿的金币所以这边总数加起来他所使用的资源呢大概有787亿的资源消耗。这800多亿的资源呢，相信也可以给正常玩家打很多次 KVK 了吧。当然这个只是大概的推测而已啊，不一定说他花了这么多的资源，有可能少一点或者是多一点也说不定。那么如果我们换算是其他的数据呢，就比方说我们算下来它总共是训练了大概4000万的部队，如果换算去战力的话就大概4亿战力左右嘛。如果换算去宝石的话，它总共是消耗了4200万的宝石，换算去加速的话，它总共是消耗了76年的加速，那这个是天数，总共是有28000天的加速。如果我们换算去它所消耗的费用的话，总共是消耗了17万美金。那这个数据也是比较接近之前沃莱恩的数据啦，毕竟那时候他训练的部队数量跟这一次这个玩家是很接近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破最高纪录土耳其大哥他依旧还是保持最高纪录，毕竟他在一天之内直接是提升了14亿战力啊，所以如果真要打败他的话，只能有另外一个土耳其大哥去打败他了。虽然不能打破最高纪录，但是对于一般平民玩家来讲呢，他这个开销量呢是真的超级夸张，你们都可以看，他可以堪比俄罗斯父子的开销量了。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Fancy Karate 的一些介绍了，当然因为我本人不认识他啦，所以可能我给的一些资讯是错误的，就比方说刚刚计算的一些数据啦，有可能如果你是当地的玩家，甚至是本人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他来自哪里，他的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上。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大佬的数据之后觉得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